要休假。俺们搁這幫財神500年了，一次假都沒休過。你瞅瞅，給白虎累的都站不起來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嘞！今兒個給10個凡間企業送財運，還順道給8個天選之子圓了心願。唉，累得俺都要喘不過氣兒了。今朝又加派了30個企業的財運指標，還有12個投胎 VIP 客戶急撈拉哼要改命盤。唉，這活幹得無窮無盡啊！就是，搞得我連搓麻將的時間都沒得了，天天加班，3缺1都喊不攏人，你說氣人不嘛？可是這財神之位關乎3界安定，你們休息了，這我哋只係休個責，又唔係不幹啦，求你啦嘛。罷了罷了，人間沈氏集團的姑娘與你們有緣，你們就去人間歷練歷練再回來，就當休假了吧。妥了妥了，麻溜撤，小心他反悔。沈听兰，把你媽給你的100萬陪嫁給我拿出來！我表妹林若雪的爸爸在老家欠了錢，急需這筆錢還債。景深，結婚3年，我怎麼不知道你有個遠房表妹？你一個只會在家吃乾飯的黃臉婆知道什麼？我們只要幫她這一次，等她有錢了連本帶利還你就是。可那是我媽媽留給我的。少廢話，不就是捨不得你的錢嗎？你有沒有一點同情心？若雪家裡都火燒眉毛了。景深哥，要不算了吧，嫂子不想給我花錢，我也可以理解。要不我再去求求那些催債的人，你和嫂子別為了我吵架。沈聽蘭，你能不能不要這麼自私？你看若雪多懂事，再看看你。顧景深，結婚3年了，我還從來沒見過你為誰急成這副模樣。老妹兒，你可別心軟，這哪是啥表妹呀？什麼聲音？誰在說話？你少在這裝瘋賣傻，趕緊把卡給我。老妹兒，是我呀，你金哥。這老娘們純是個損玩意兒，你可別被她那幾滴眼淚彈子糊用了。顧景深，她真是你表妹？我沒時間跟你廢話，這事兒就這麼定了。顧景深，把卡留下，那是我的錢，你不能拿走。老妹兒，咱不值當為這癟犢子傷心啊。還有哥呢，哥陪你，帶你賺大錢。金寶，剛才是你在說話嗎？我不是在做夢吧？老妹兒，你沒做夢，真是哥跟你說話呢。哥是天上金麒麟下凡，專門下凡來保護你的。雖然外表是金毛，但真身那是正兒八經的神獸。金麒麟，他就是那癟犢子養在外頭3個月的相好。是不是我太難過，出現幻覺了？那知不知道顧景深現在在哪？狗怎麼會說話？老妹兒，不是幻覺，我就是金麒麟轉世，專門下凡來保護你的。我開了天眼，能感應到你身邊那些髒心眼子。那個林若雪，她就是那癟犢子養在外頭3個月的相好。那知不知道顧景深現在在哪兒？他和林若雪就在帝豪酒店2808房，正搁那兒數你卡裡的錢呢。那老娘們兒笑得跟朵喇叭花似的，還說把錢騙到手，以後你就只能任他們拿捏，連個屁都不敢放。景深哥，那個沈聽蘭也太好欺負了，一點還手之力都沒有。你當初怎麼會娶這種黃臉婆？你不是說你看不上這種女人嗎？還不是因為他爹是沈氏集團的董事長，誰知道剛結婚他爹就死了，沈氏集團也破產。一個沒爹沒勢的黃臉婆，我要她還有什麼用？要不是圖他那點陪嫁，我早把他踹了。老妹兒，我早就告訴你了，他倆是一夥的。那個林若雪跟他在一塊3月了，從你眼皮子底下拿走的錢都夠買輛車的了。他們合計好，先掏空你的錢，再把你掃地出門。結婚3年，我為他放棄了一切，他居然幫着小三搶我的錢。我媽說的對，我當初就不應該嫁給他。老妹兒，咱不哭，眼淚彈子最沒用了。有你金哥在，指定帶你賺大錢。到時候讓那狗男人跪着爬過來求你，咱讓他連你褲腿都摸不着。
我很開心你能陪着我，可是你怎麼幫我？你只是一隻金毛狗啊！我雖然是隻金毛，但我有金麒麟的能耐，我能感知天下所有寶貝疙瘩的氣息。我鼻子一過，哪個是真貨，哪個是假玩意兒，門兒清，比那些鑑定儀好使多了，賊尿性。真的？當然是真的。老妹兒，明天你帶我去城郊那個舊貨市場，那兒有一件被埋沒的寶貝，所有人都當破爛堆着呢。舊貨市場？那種地方能有什麼寶貝？而且我什麼都不懂。老妹兒，你信哥？那玩意兒所有人都当破爛，800塊就能拿下，轉手最少賣30萬，哥不騙你。好，我信你。老妹儿往左拐，再往前走2步，我都聞着寶貝味兒了，就在跟前兒。隨便看啊，都是老物件，便宜賣了。就是他，那個沉香木章，你別看他灰頭土臉的，底下還有鑽字呢。老妹兒，快拿起來瞅瞅。老闆，這個怎麼賣？那個，鄉下收來的老木料，也不知道雕的是個啥玩意兒。你想要就800塊拿走吧。金寶，你確定嗎？這看起來就是塊黑木頭，連800塊都不值吧？老妹兒，你信哥？這是清代正宗的老沉香，底下刻的還是名家閒章，最少值30萬，趕緊拿下。過了這村沒這店了。磨磨唧唧的，你買不買？不買就放下，別擋着我做生意。我這還等着收攤喝酒去呢。好，我要了。帶隻狗來撿漏，不知道的還以為那狗是能帶來財運的金麒麟呢。800塊買個木頭疙瘩，純一個冤大頭。這位女士，方便問一下，您這印章是從哪兒得來的嗎？舊貨市場淘來的，有什麼不對嗎？這是清代乾隆年間的沉香木閒章，您看這天然油脂紋路，這沉穩醇厚的香氣，還有這刀法流暢、筆意古樸的篆書印紋，絕非現代仿品。這印紋是雲水一閒人，這種氣韻是清代浙派篆刻大家的風格。再看看這料子，沉水級的奇楠沉香，油脂飽滿，香味清雅綿長，好東西，正經好東西啊！那它值多少錢？我出28万，您要是願意，現在就可以成交。這印章跟我有緣，我一眼就相中了。您要是嫌少，30萬也行。這東西我真的喜歡，價錢咱們好商量。不是嫌少，就28萬，成交。金宝，你可真是我的活财神。28萬到賬了，金寶，我怎麼感覺像在做夢？老妹兒，這才哪兒到哪兒啊？哥跟你說，咱明天幹票更大的。更大的？還有比沉香印章更值錢的？城南古玩城有個不開眼的店主，把乾隆年間的珐琅彩花卉紋碗當破瓷碗擺着，標價300塊。咱明天趕早拿下，轉手最少賣200萬。300塊，200萬。金寶，你沒聞錯吧？哥這鼻子你還不信？那碗就在他店裡右邊第3個架子上，跟一堆破爛堆一塊。那店主是個勢利眼兒，有眼不識金鑲玉。珐琅彩，我怎麼知道哪個是珐琅彩？萬一看錯了怎麼辦？那碗外頭畫着粉彩花卉，底子是松石綠釉，碗底還有乾隆棉製的青花款兒。你進去先裝模作樣逛2圈，等我給你信號再伸手。好，我信你金寶，明天咱一早就去。睡吧，老妹兒，養足精神。明天哥帶你發大財，讓那些狗眼看人低的家伙後悔去吧。金寶，謝謝你。謝啥謝？哥就是你家人。老妹兒就在前头，第3排中間那個鋪子聚寶閣，咱快過去，晚了怕被人搶先。現在真是什麼人都敢來古玩城了，穿成這樣就敢來撿漏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幾斤幾兩。這鱉犊子，狗眼看人低。老妹兒你別理他，等咱拿下那碗，讓他後悔的抽自己大嘴巴。随便看啊，看上了再叫我。
老妹儿，右邊第3個架子，從上往下數第2層那個豁了口的藍碗就是它。哎呦，夫人您來了，快裡邊請。剛到一批好貨，正等着您這種識貨的貴人呢。有什麼像樣的瓷器嗎？我家老爺子過70大壽，我要挑件上得了台面的。有，您看这件青花瓶，正宗景德镇出品。这个颜色倒還順眼，拿給我看看。夫人好眼力，這件我給您包起來。等等，這碗是我先看到的。你又不買，別擋着貴客看貨。哼，這破碗還豁了口，送我都嫌佔地方。你想要，50塊拿去好了。就是，這種便宜貨也就配你。你到底買不買？不買就出去，別耽誤我招待貴客。這碗我要了，300塊，剛好。花300買這破碗，你腦子沒問題吧？這幅畫筆墨倒是老辣，可這題款的年份好像不太對。老妹兒，那老頭要倒霉，那幅畫是民國仿的，專門坑他這種半懂不懂的，標價80萬呢。老先生，您再看這幅畫。姑娘，你也懂字畫？這位老先生，您別聽他亂說，他懂什麼呀？就是個買菜的家庭主婦。老先生，您看這裡的題款，寫的是光緒12年，可這個印章的篆法卻像是後刻的。姑娘說的對，這印章的篆法有問題。光緒年間的印風不是這樣的，我差點就着了道。哼，老闆，80萬賣一幅贗品，你這店還想不想開了？老夫周正堂是個老收藏家，多虧姑娘提醒，不然老夫今天可就栽了。周先生您好，我叫沈聽蘭。姑娘，這碗能給我看看嗎？姑娘，這碗你從哪兒得的？他剛從我這兒買的，300塊，就是個破碗。300塊，你知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？就是一個舊瓷碗啊。聽這聲音，清脆如玉，餘音悠長。這是乾隆御製珐琅彩花卉紋碗。再看看這世事綠釉的底，這粉彩花卉的畫工，這碗底的青花款式是乾隆棉製。老先生，您說這破碗是乾隆的？破碗？這種級別的珐琅彩完整器，在拍賣市場上成交價過千萬。這件雖然碗口有一道小豁口，但仍然是極為罕見的宮廷舊藏，保守估計200萬起步。我不賣了，300塊是我標錯了，你把碗還給我。老闆，我已經付過錢了，這碗現在是我的。你想反悔？碗行講究的就是一個信字，自己有眼無珠，活該錯失寶貝。沈姑娘，好眼力呀！這種寶貝擺在她面前都認不出來，你一眼就能挑中，不簡單啊！可能是我運氣好吧。沈姑娘，下周3老夫在江市有一席私人拍賣會，來的都是行內有頭有臉的人物。你這碗要是願意出手，老夫可以幫你運作，起拍價至少300萬，成交價破500萬也不是不可能。老妹兒，這老頭靠譜，咱這晚上了拍賣會，那價格指定翻幾倍。那就麻煩周老了。這是邀請函，到時候你帶着這碗來，我安排你壓軸出場。謝謝周老信任。沈姑娘，老夫在圈內混了大半輩子，看人的眼光還是有一點的。這拍賣會就是你揚名立萬的第一步。從300塊到500萬，金寶，你真是我的福星。老妹兒，這才剛開始呢，等拍賣會結束，咱就有本錢幹更大的了。好，讓那些看不起我的人拭目以待。沈女士您好，周老已經吩咐過了，這是您的席位牌，在第3排正中間。景深哥，你看那是誰？沈聽蘭，你怎麼進來的？這種地方是你能來的？我有邀請函，是正規入場。邀請函？你哪來的邀請函？這種級別的私人拍賣會來的都是身家過億的行業大佬，你一個剛被掃地出門的家庭主婦也配出現在這裡？喲，沈小姐還買了新衣服，可惜啊，再怎麼穿也遮不住那一股子寒酸氣。這裙子是地攤貨吧？老妹兒，別理這兩個損嘚瑟，一會兒有他們哭的時候。顧先生，我是來賣東西的，不是來買東西。賣東西？你賣什麼？你那堆破爛，
这种拍卖會上的藏品，隨便一件都上百萬，你全身上下加起來，怕是連這裡一杯香檳都買不。就是啊，沈小姐，別一會兒你的東西上了台，沒人出價，那可就丟大人了。顧家在江氏有頭有臉，幸好你們已經離婚了，不然景深哥的臉往哪擱？沈姑娘，你可算來了！來，我帶你去入座。周老，你認識他？這位是我前夫。原來你就是那個辜負了沈姑娘的渣男。沈姑娘這麼好的女孩子，你也配得起？走，沈姑娘，拍賣會馬上開始了，你的寶貝我安排在壓軸出場。壓軸？就他那點破東西也能在這兒拍賣？不可能，一定是周老被他騙了。等着看吧，他馬上就會身敗名裂。各位來賓，江氏私人拍賣會現在開始。今晚共有20件珍貴藏品上拍，祝各位都能拍到心儀的寶貝。第一件藏品，明代清華纏池聯紋梅瓶，起拍價80萬。這瓶子看上去不錯，正好買回家放書房。我出100萬，120萬。這瓶子我要了，120萬一次，120萬2次，120萬3次，成交。景深哥，我看那对翡翠耳環不錯，買下來配我這條裙子怎麼樣？喜歡就買。這對翡翠耳環我要了，45萬。45萬一次，45萬2次，45萬3次成交。恭喜這位小姐拍下翡翠耳環1對。沈小姐，你怎麼一直不舉手啊？該不會是沒錢吧？也是，你這種剛被掃地出門的人，能坐在這裡就已經是萬幸了。誰呀？怎麼穿成這樣就來了？不認識，估計是哪家的窮親戚混進來的吧。周老，沒事。沈庭蘭，別硬撐了。你要是真沒錢，跟我說一聲，我借你10萬8萬的也不是不行。畢竟夫妻一場，我也不想看你太丟人。顧先生，我說過，我今天是來賣東西的。賣東西？你知道今天來的都是什麼級別的藏品嗎？隨便一件都上百萬。你的東西，怕是對上拍的資格都沒有。有沒有資格，不是你說了算。感謝各位，現在即將迎來今晚的壓軸大戲。最後一件藏品由收藏界泰斗周正堂周先生親自推薦。這件藏品出自一位年輕藏家之手，據周先生初步鑑定，來路非同小可。這件藏品，老夫以40年的收藏眼光擔保，絕值得各位拭目以待。壓軸，周老推薦的，不會真的是？不可能，他一個什麼都不懂的江主婦能有什麼寶貝？等着看吧，一會兒肯定被打臉。老妹兒，時候到了，讓他們見識見識啥叫真本事。走吧，金寶，該我們上場了。這件壓軸藏品是一件帶有豁口的瓷碗。這是什麼？碗還豁了個口？周老推薦了半天，就是一個破碗。這種破爛我在地攤上10塊錢能買3個，也敢拿來當壓軸？各位，你們知道這碗是誰帶來的嗎？就是那位沈小姐，她花了300塊從地攤上買的。沈庭蘭，你是瘋了嗎？拿一個破碗來這種級別的拍賣會丟人現眼，顧家的臉都讓你丟盡了。我早說過，你這種什麼都不懂的家庭主婦，只配待在家裡做飯洗衣服。這不是破碗，不是破碗，那是什麼？你告訴我，一個豁了口的爛瓷碗值多少錢？300還是500？你這種水平也敢來鑑定寶物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這種你也敢來拍賣會，周老是不是老糊塗了？怎麼會給這種人擔保？就是，我看他就是來博眼球的，等着看吧，一會兒鑑定結果出來，看他怎麼收場。放肆！沈姑娘的藏品，豈是你們這些凡夫俗子能看出來的？目光短淺。周老，您別被人騙了，她一個家庭主婦，連鑑寶是什麼都不懂，能有什麼真東西？這碗估計連300塊都不值。您老人家年紀大了，眼力不濟也是正常的。林小姐，東西是真是假，不是靠嘴說的。這件藏品是不是寶貝，我說了不算。但我請求，請權威鑑定師進行專業鑑定。如果鑑定為假，我願意承擔一切責任。按照拍賣會的規矩，壓軸藏品確實需要請權威鑑定師長眼。那我就請出今天的最高評審，有請頂級古董鑑定泰斗莫老。莫老，居然真的是莫老，顶级的鉴定專家呀！听说他经手的物件从来沒有看走眼過。
這釉色，這胎質，这画工。莫老，您别被他骗了，这明明就是一个破碗，他根本不懂鉴宝，花300块从地摊上捡来的垃圾，怎么可能是什么宝贝？让开！此碗乃乾隆御制珐琅彩花卉纹碗，松石绿釉为底，粉彩花卉层次分明，画工细膩入微，碗底青花双圈楷书款乾隆名式，比例苍劲，气韵贯通。虽然碗口有一道使用留下的豁口，但这恰恰说明它是宫廷实用器，而非后世的仿品。这种级别的珐琅彩完整器在拍卖市场上成价过千万，这件虽有损伤，但仍属极为罕见的传世珍品。莫老，那这碗值多少？保守估价300万。300万，300块买的破碗值300万！神啊，这眼力这运气不是一般人能有的。不可能，300块的破碗怎么可能值300万？景深哥，那可是300万啊！沈姑娘能从地摊上慧眼识珠，这种眼力，这种定力，老夫佩服。敢问师承何人？莫老过奖了，我只是运气好罢了。运气？哈哈哈哈！老夫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你可愿意与老夫合作？日后有拍卖会，还请你多多捧场。各位，莫老已鉴定为真品，起拍价300万，我出400万，450万，550万，你们都別跟我搶，這碗我要了。550萬成交，恭喜沈女士。老妹兒，咋樣？哥沒騙你吧？那瘪犊子現在指定腸子都悔青了。聽蘭，我錯了，我真的錯了，你再給我一次機會，我們復婚好不好？我保證再也不找別的女人了，我馬上跟她斷了，現在就斷。顧景深，你說什麼？你再說一遍，你昨晚是怎麼答應我的？顧景深，你現在說這些，不覺得太晚了嗎？你當初怎麼對我的，我這輩子都不會忘。沈聽蘭，你得意什麼？你不過就是運氣好而已，真以為自己是鑑寶天才了？你連鑑寶是什麼都不知道。林若雪，你以為你在顧景深這種人眼裡有什麼不同嗎？他能這樣對我，就能這樣對你，對任何女人。金寶，我們有錢了，我們終於可以開始新的生活了。金寶，金寶，你能聽到我說話嗎？金寶，我怎麼聽不到你的心聲了？喊啥呀，老妹兒？剛才喊太嗨，累着了，歇會兒不行啊？你金哥這嗓子也是肉長的。對了，我剛又感應着了，會場後門外頭還有個更大的寶貝等着咱呢。老妹兒，往左邊走，第3個好筐子，我聞着味兒了，正經好東西，那味兒跟別的破銅爛鐵完全不一樣。哪個？就那塊破布包着的，快拿起來。田黃洞10張，清代名家篆刻，這玩意兒市價最少500萬，咱2500就能拿下。老闆，這破石頭怎麼賣？筐裡的東西一口價2500，隨便挑，要就掏錢，不要的就別擋我收攤。老妹兒，咱這眼力，以後指定發大財。張老闆，這麼晚找我什麼事？沈妹子，有人在圈子裡到處傳閒話，說你在拍賣大會上那個珐琅碗是主辦方內定的，說你跟莫老認識是走了後門。誰傳的？不知道源頭是誰，但傳得挺廣，有幾個人說的有鼻子有眼的，說你一個沒背景的家庭主婦，怎麼可能識得那種級別的寶？哪個不長眼的造的謠？老妹兒你別愁，咱身正不怕影子斜。哪個長舌婦編的瞎話？老子真想咬他！老妹兒你別愁，謠言這玩意兒傳不久，到時候不攻自破。嘴長在別人身上，我也管不了別人說什麼，但任由這麼下去也不行，必須想個辦法澄清一下。沈妹子，好多古董藏家來找我要你聯繫方式，想讓你幫忙長眼呢。你這下可是真出名了。張老闆，你這話什麼意思？你還不知道呢。莫老今天在古玩行業協會的茶會上提了一句，說沈家丫頭的眼力比他爹年輕時還準，誰再亂傳造謠的話，就是打他莫老的臉。現在可是圈裡的紅人啊！老妹兒，你看，果然實力就是最好的證明，讓那些人眼紅去吧。多虧了莫老的幫忙，現在名聲起來了，得有個落腳的地方，不能再讓人抓住把柄，說我只是個什麼都不懂的家庭主婦了。這鋪子原先是個賣瓷器的，幹了3年，生意不好，盤出去了。
虽然店里破了些，但地段好。你要是想租，押1付3，按月3000。我租了。老妹儿，这店开起来，咱以后顿顿都能吃酱肘子。没错，明天咱下乡去收旧货去。打听清楚了，这户老地主的后代急着卖房还債，要价不高，咱们进去看看，说不定能捡着宝贝。老妹儿，我闻着了，这院子里有老东西的味道，那股味儿藏得深，但是瞒不过我。这宅子指定有货。墙角有东西，是活的。哪个在吵哦？吵到本姑娘睡觉了，烦得很，能不能安静点儿？你也能跟我说话，跟我一样说人话。你听得懂说话，稀奇得很哦！我还以为这世上没人听得懂嘞，你是头一个。喂，我跟你说哈，这堵墙夹层里头藏了一罐子银元宝，是当年老地主埋的，房主自己都不晓得。你要是把这个宅子买下來，把牆拆開，那就發財了噻，那銀子夠你吃好幾年的哦。真的？你沒騙我？我騙你做啥子嘛？我在牆裡頭住了好幾年了，裡頭有啥子我曉得清清楚楚。不過你買了宅子，得管我吃滷味，天天都要整，鴨頭油粑、滷藕片，一樣不能少哦。沈小姐，不瞞你說，家裡急等着用錢，這老宅子放着也是放着。你要是真心要，連房帶院8萬塊拿走，我絕對不還價。這房子的木料倒是老料，拆下來能賣幾個錢？就是這院子太破了，收拾起來費勁，還得花錢修繕。沈小姐，6萬你拿走，我真的急等着錢用。行吧，6萬，我下午叫人來辦手續。老妹兒演技可以啊，明明撿了大漏，還裝得跟吃了虧似的。6萬買這院子，裡頭那罐銀子少說也值20-30萬。石小姐，這個罐子埋得還挺深。我的天，這是老地主藏的私房錢吧？辛苦你們了，把這些搬上車，我額外給你們紅包。今天的事兒別往外說。喂，你帶我回城裡噻，我曉得哪兒還有寶貝。你管我天天吃滷鴨頭，就巴適了。這個爛塌塌我住都住煩了，換個別個塌塌住哈。成交，以後滷鴨頭管夠。沈聽蘭那個賤人，在鄉下撿了個大漏，咱們也得去，不能讓他把便宜都佔了。那種破地方能有什麼好東西？看他們酸的，指定是去收一堆假貨回來。他那雙眼睛，除了看女人，看啥都不行。老闆，你給看看這個，我家老爺子留下的。別人都說是民國仿的，不值錢，我不甘心，想再找人看看。不用害怕，這是店裡的寵物，不咬人。這瓶子胎土是康熙年間的，只是後掛彩。底座露胎的地方是老的，釉面上的彩是後來加的。你仔細看底座，胎質發糯米白。您看這裡，底座露胎的地方胎質細膩，呈糯米白，這是康熙年間的胎土特徵。但這釉面的彩色則過於鮮豔，與胎土的氧化程度不匹配，應該是後掛彩。你是說？瓶身是康熙年間的老胎，對，雖然不是完整老器，但老胎本身就有價值，再加上這後掛彩的工藝也不算差，最少值個幾萬塊，比當民國仿賣值錢多了。老闆，太謝謝你了，這點心意你收下，要不是你，這瓶子我就500塊賣了。青蘭閣第一單開門紅，老妹兒你可以啊，有模有樣的。沈聽蘭，聽說你開店了，恭喜啊！我今天特意來照顧你生意。帶了個好東西讓你嘗嘗，你可得看仔細了，別砸了自己招牌。宋代官窯碗，你不是挺無奈的嗎？給我好好長一長，看錯了，你這店就別開了，趁早關門大吉。嫂子，哦不對，沈老闆，這碗可是景深哥花大價錢收的，你可得看仔細了。沈老闆，這碗要是真的，你可得給個正經說法。要是看錯了，這聽蘭閣的招牌，我看趁早摘了吧。老妹兒，這是高仿。底族火石紅是刷上去的，拿溫水一泡就掉色。你試給他看。顧先生，方便的話，這碗的底族讓我驗驗。驗就驗，我倒要看看你能驗出什麼名堂。火石紅掉色了，竟然是刷上去的。好家伙，這仿製的夠假的。顧先生，這碗是假的，不過我更想知道，您懷裡揣着的是真品碎片吧？拿個假貨來投石問路，是怕我這店不夠熱鬧，特意給我添點樂子。顧先生，踢館踢到鐵板上了吧？故意拿着贗品來示人，結果讓人家一盆水就給揭了老底兒。這顧景深也真是
非得上门找不痛快，这不纯属给自己找臊吗？你是小猫，你从哪儿来的？这么大的雨，怎么跑进来的？妮儿，谢谢恁，恁身上有好闻的宝贝味儿，俺老远就闻见了，所以才找过来嘞。你也能跟我说话？老妹儿，这是第3只了，咱这店里可以开动物园了，一条狗，一条蛇，一只猫，回头再来只鳥就齐活了。这个盒裡頭那只碎玉鐲是好玉，就是碎了怪可惜嘞。俺能聞出來這是真嘞和田玉，養殖級別的。俺還能聞出來哪塊玉是真嘞，哪塊是假嘞。恁身上這寶貝味兒，俺隔着3條街就聞到嘞。恁只管拿玉來，沒有俺走眼嘞試試。這是我家寵物店的貓，總往外跑，攔都攔不住。昨天夜裡又跑了，我找了半天，原來是在您這兒。我看它跟你挺有緣的，它也不喜歡待在我那兒，乾脆送給你了。謝謝您，我會好好照顧它的。這貓在我店裡也不安生，天天往外竄，到你這兒反倒老實了，真是怪了。以後你就叫白米吧，白玉的白，米玉的米，白米中，這個名字好聽，俺喜歡。聽蘭啊，這是我女婿從草原帶回來的正經羊脂玉，花了1萬多呢。你幫我賣個好價錢，賣了錢咱們3、7分。假嘞，是ing偃染色嘞，連玉都不是。確定嗎？俺敢打包票，真嘞和田玉有油脂光澤，這個只有玻璃光澤，密度也不對，能測一下就知道了。劉嬸，我幫您測一下密度，不損壞東西就稱個重。密度2.6，和田玉的密度應該在2.95到3.17之間。這是石英岩染色的，不是玉。您女婿上當了。啊？假的？我還打算賣5萬塊呢，這下可好，差點坑了別人。我那女婿也不靠譜，買之前也不知道找人看看。謝謝你啊，聽蘭。一隻貓兒咯，鼻子比我還兇，硬是稀罕得很咯。我都聞不到的東西，你隔多遠都聞到了。那可不咋的，也不瞅瞅是誰家的貓。咱百米那可是神獸下凡，鼻子比那儀器都好使。切，真的跟哪個不是神獸下凡一樣哦。聽說沈聽蘭還會變玉，有什麼了不起？我也懂玉。這塊羊耳玉8萬塊，送你了，品相多好，白白淨淨的。景深哥你真大方，比沈聽蘭強多了。老闆，看看這個，周末成交有凌晨鬼市，好東西多，感興趣可以去玩玩啊。老妹兒慢點走，這地兒魚龍混雜，啥人都有，咱得仔細瞅着。你跟緊我，別離太遠，有我在，保準沒人能坑你。好玉，不對，是好瓷，潤了很，那是汝窯類釉面，天青色類，俺絕對不會臭走眼。對，是個老物件，宋代的味兒，這味兒純正，不是仿的。老妹兒，這盞可是個大漏。老闆，這香爐看着挺舊的，怎麼賣？800，這可是正經老貨，收來的時候花了不少錢呢。這個呢，看着也挺舊的，是個什麼玩意兒？灰這麼大，能洗乾淨嗎？那個粗瓷盞收來的破爛，放了好幾個月了都沒人問，喜歡的話800拿走。這盞我出1000。沈聽蘭，你也看上這茶盞了，可惜我先出手。那就讓給你吧，我看着也不像真的，粗瓷而已，沒什麼值錢的，你想要就拿去。這盞肯定是寶貝，沈聽蘭看上的東西肯定是好東西，他這是故意跟我玩欲擒故縱呢。我出3000，這東西我要了，不用包了，直接給我。瓜娃子，遭人當冤大頭了，還高興的屁顛屁顛的，笑死我嘍！老闆，這個罐子200賣不賣？看着就是個破爛，還缺了個口，我想回去種多肉。給500拿走吧，反正也是沒人要的破爛，種回去種花也行。老闆，幫我看看我這寶貝能賣多少錢？顧先生，這茶盞模樣雖然是宋代的，但其實是80年代的仿品，值不了幾個錢。什麼仿品？那我的3000塊不就打水漂了？沈聽蘭，你又耍我！師傅，這青瓷小罐缺了個口，您看看能不能修復？沈老闆，這是北宋汝窯殘器，這釉面、這天青色、這開片都是上等工藝，雖然缺了口，但修好了能值80萬。那就拜託您了，修好了跟我說一聲。老妹兒，那鱉犢子花3000買了假貨，咱500撿了個真寶貝，這買賣做的。哎，那個女人，侬帶我走呀，我幫侬聽人家地界，我老愛干淨啊，天天要洗澡。老闆，這鸚鵡怎麼賣？ 800塊，原主人欠債跑了，這鳥我幫忙處理的。
你要喜歡就拿走，反正在我這放着也是放着。吾叫紅菱，聽得清10幾米外頭的悄小話。古玩圈裡談價錢從來瞞不過吾。下堂農帶吾去殺價，包農我吃虧。老闆，看看這個清代木雕觀音，2萬的貨，今天便宜給你18000，誠心要還可以商量。OS， 伊剛剛的伙計講8000塊就好賣它，還講啥2萬，騙人嗎？8500不賣我走了，這雕工一般，值不了那麼多。行，8500，你這眼光夠毒的，一口價就砍到骨頭裡了。老妹兒，這鸚鵡真尿性，剛買來就幫咱省錢了，這買賣做得值。哎呀，那地裡居然有樹，那條青樹是啥地方來啊？嚇死我了！我最怕這種滑溜溜的東西了。啥個鬼地方？難道還有3個啦？我最怕這種滑溜溜的東西了，離我遠一點。你怕啥子怕嘛？我又不得咬你，你這身紅毛看到才嚇人嘞，嘰嘰喳喳的吵死個人哦。別怕嘞，小青不咬人，他找寶貝可厲害嘞，鑽牆縫一絕，能以後準稀罕他。行了，都別吵吵了，咱4個能擱一塊兒，那叫緣分。以後聽蘭閣就是咱的家，找寶貝換好吃的，誰也不准整事兒。誰要是窩裡鬥，老子第一個不饒他。以後咱們好好幹，頓頓都有好吃的。你們想吃什麼，我都給你們買。那必須的，咱爭取下個月就整他個大冰箱，專門放醬肘子。老妹兒你放心，有我們幾個在，聽浪閣指定是古玩街最火的店。以後金寶總攬全局變銅雜物，百米專管玉石翡翠，紅菱負責聽消息探低價，小青負責鑽縫隙找藏貨，咱們各司其職。沈小姐您好，我是莫老的助理，莫老讓我給您送個信，下個月有個省內藏家交流會，莫老給您留了名額，這是請帖，他說了您一定要去。好的，麻煩替我感謝莫老，我一定會去的。沈老闆，年輕人有魄力啊，這才多久就擴店了？這條街上擴店這麼快的，你是頭一個。承蒙街坊們照料，生意還行。沈老闆年輕有為，以後咱們多多照應。你這店開得風風火火的，咱們可都羨慕呢。沈老闆，聽說你那條金毛犬會找寶貝，能不能借我也用用？我那店裡最近收了幾件拿不準的東西。想得美，老子可是獨家簽約的，不對外服務。喲，這不是顧老闆嗎？怎麼又來送錢啊？上次的宋代官窑碗泡的怎麼樣了？水紅不紅啊？以後這就是咱們的家了，咱們一起把日子過得紅紅火火的。不好啦！我聽到你剛剛上了一個交流會，顧明遠阿七就是那個顧景生的叔叔。我聽伊拉聊天講啊，講要把侬好看。姑娘，我看你這兒帶了這麼多小家伙，又是貓又是狗的，挺熱鬧啊。他們都是我的家人，因為出遠門才帶着了。老先生您放心，他們都很乖的。就是我瞧着您手裡的印章有些年头。就这點念想，我這次去省城是參加古玩交流會的，順便帶了幾件藏品，想找真正懂行的人瞧瞧。老頭子手裡的銅印一般般，倒是箱子底塞着那塊小玉墜有點意思。老妹兒，你給瞅瞅。老先生，我對鑑寶也略懂一二，不知能否看看您的藏品？哦，小姑娘也懂這個，那感情好，你幫我瞧瞧這個。哎呀，這玉墜得勁的很，漢代的老古董，正經的和田白玉嘞。老先生，這枚玉墜不簡單，這是漢代的田田玉，器型是雙面雕琢的古文璧，雖然受了沁，但玉質底子極好。神了，姑娘，你連放大鏡都沒用就一眼看準了，這東西是我家祖傳的，隔壁街古董店的老王非說是現代仿的。這是真品，價值至少在10萬以上，您可千萬要收好了。哎呀，真是不顯山不漏水，姑娘年紀輕輕竟有如此眼力。老朽齊雲山，這是我的名片，等交流會結束，你一定要來我老宅坐坐，我那兒還有不少舊箱子沒開呢。齊老您好，我叫沈聽蘭，等到了省城，晚輩一定登門拜訪。喲，這不是沈聽蘭嗎？你爹都走了，沈家也破產了，你居然還敢來省城的交流會？按輩分我尊您一聲顧叔叔，但沈家的名聲還輪不到你來評判。我今天來是代表我自己的聽蘭閣鑑寶店參會的。賢侄女別生氣，你和景深雖然離婚了，但曾經也是一家女兒。既然你開了店，等會兒的鑑賞局，我一定好好關照關照你。呸！搿老次佬迷上小戲，心裡在罵侬是個鄉下黃臉婆呢。他想在我的腳上捉弄弄，捉戲哦。那就多謝顧叔叔了。金寶，我們走。各位，這位就是當年沈氏集團董事長的掌上明珠沈聽蘭。他最近在江市開了家鑑寶店，眼力高超的很吶。聽蘭啊，這裡有3件器物，都是我剛收來的，
莫老今天也在，你来给大伙长长眼，也让大家见识一下沈家的家学渊源。既然顾老板有心考教，那我便斗胆一试。青兰，这3件器物若是看准了，名利双收；若是看走眼了，哼，那你那家小店也就不用开下去了，请吧。老妹儿，第一件这破铜镜子味儿纯不对，什么汉代双龙镜，就是晚唐高仿汉朝的铜料，水土味太新，纯属糊弄洋鬼子。第一件铜镜纹饰虽然是汉代双龙，但铜制成青红色，且版型略显厚重。这是晚唐时期的仿汉器，虽然也是老物件，但绝非汉代真品。这第2件玉牌牌，阿料冒充资料，假得很。那皮色是人工用染料烤上去嘞。这件玉牌玉质虽然白，但缺乏和田籽料的温润油脂感，侧面的红褐色皮色分布过于均匀，没有渐变过度。这是俄料经过人工染色，滚筒留下的假皮。这是一件现代仿籽料的工艺品。哎呦，搿小瓶子，侬听听搿声音，闷得像塑料，太过太松了，现代高仿材料，老粗糙了呀。第3件天青釉瓶，刚才我轻敲瓶身，声音沉闷，说明胎土未经岁月自然老化，密度不够。底款的青花发发色漂浮，没有融入胎骨。这是景德镇现代高仿的新瓷，做旧痕迹明显。好，条理清晰，依据充分，眼光毒辣，沈家后继有人呐。沈姑娘，老朽没看错人。今晚请务必跟我去一趟城郊老宅，那里有一批尘封了几10年的旧箱子，等你去开。沈姑娘，这些都是我父亲当年战亂的時候收上來的，放了50多年了，你幫我瞅瞅有沒有能留的。祁老您言重了，既然您信得過我，我一定幫您好好看。妮兒，恁瞅瞅左邊那箱子底下有個青花盤子，雖說豁了個口，但那是明宣妥的真家伙，值錢嘞。姐姐，搞快點過來，這堵粗箱底下有明堂哦，有個暗格，裡面埋了木頭箱子，裡頭肯定是好東西。祁老，這塊地板下面好像是空心的，咱們撬開看看。空心的？我在這住了幾十年都不知道，快拿撬棍來！這是田黃，我爹當年最喜歡的田黃印章，我以為早就丟了。祁老，這是一整套清代早期御製的田黃石印章，石質溫潤，蘿蔔紋清晰可見。這幾幅字畫也是清代名家的真跡。這一箱東西，保守估計價值在500萬以上。沈姑娘，你不僅是幫我鑑寶，你這是幫我找回了家傳的念想啊！這30萬你必須收下。妮兒，恁甭光看印章啊，這木盒子裡裝的東西才美嘞，冰亮冰亮的，裡面有綠，大綠，快拿下它！祁老，我這貓淘氣，似乎挺喜歡您這用來墊底的舊木盒。一個破木盒裡面就放了一塊20年前人家抵債給我的破石頭，一直擱這墊桌角呢。沈姑娘要是喜歡，直接拿去玩。妮兒，你賺大發了，這料子皮可牢，沙粒細，裡頭綠瑩瑩的，絕對是老坑冰中飄綠花，真不賴。那晚輩就收下了。祁老，天色不早了，我先帶小家伙們回去了。這料子皮殼連個鬆花都沒有，純屬磚頭料，能切出綠來，我把切片機吃了。漲了，大漲啊！這是正經的老坑冰種飄揚綠，起步能出3隻正拳手鐲。這位女士，我是省城盛世珠寶的趙德高，您這塊料子我出120萬，您看能現在轉讓給我嗎？趙總爽快，成交，加上祁老給的30萬，又進賬150萬。今天是給小家伙們買最頂級的進口肉罐頭滷江肘子和鮮蝦。哎呀媽呀，跟着我老妹兒混，這小日子是真美滋滋，頓頓有肉，生活越來越有奔頭了。沈小姐您好，我是梁教授的秘書陳明。梁教授手裡有一批祖上傳下來的古籍字畫，想請您上門長長眼。古籍字畫，好，那我們現在就過去。沈姑娘，聽說你鑑寶眼力極佳，這幅《秋山問道圖》，我研究了3年，一直拿不準。這玩意兒花裡胡哨的，俺一星半點味兒都聞不出來呀，完犢子了。阿伯日日夜夜對住這畫練到了3年，我耳仔都聽到起緊，閉眼都能聞得出現代墨水味。呢幅畫係假㗎啦，不力圓綿綿，款個印章字形都唔對，根本係現代仿造。梁老，這幅比例缺乏宋畫的剛勁，且這枚宣和電寶的印章，字體邊緣過於圓滑，這是清代乾隆期間的仿作。哎呀，還真是。印章邊緣確實不合規矩，沈姑娘，你連這都能一眼看穿，真是神人。這是我那小孫子養的小草龜，但是他下周要出國，這隻小草龜無人寄顧，我正愁找不到好人家。
小妹，你只要日日管我一餐慳蝦，我就幫你睇晒天下所有字畫，畫得來咩？梁老，如果您放心的話，這隻烏龜不如就讓我帶回去養吧，我店裡正好缺個伴。有了玄寶的加入，聽蘭根就補上了字畫古籍這塊短板，以後業務範圍更全了。呢個蝦好生猛，夠晒味道，以後睇字畫嘅事包喺我身上。小烏龜，你爬得那麼慢嗦嗦的，要是找壞人搶寶貝，你怕是跑都跑不脫哦。急咩啊？睇古籍字畫最緊要係細心，心急食唔到熱豆腐。好了好了，新來的算侬識相，以後侬就是我們的小五啦。沈老闆，這是我們顧明遠顧總親自寫下的請帖，明晚在顧家莊園有一場私人藏家宴，還請沈老闆務必賞光。這幫孫子一瞅就沒別有好屁，肯定是上回在交流會上丟面了，想着報復你。老妹兒，明晚哥陪你去，誰敢整景，哥賞他大嘴巴子。轉告顧老闆，明晚我一定準時赴宴。各位，就是最近在古玩街聲名悄起的聽蘭閣老闆沈聽蘭。今天趁着雅興，我特意帶了一幅唐寅的真跡，大家一起來玩個雅局。沈老闆，咱們今晚玩個小賭局，看看誰能說清這畫的真偽語一句。輸的人現場捐款10萬，你可敢試？顧老闆既然有雅興，那晚輩就獻醜。呢幅畫一睇就知係流嘢啦，明代後期九範嘅，題布字字軟弱無力，宣和寶印個邊緣太整齊，明顯係後人用刀刻意做舊。這幅仕女圖並非唐寅真跡，而是明代後期吳門畫派後人的精美仿作。口說無憑，證據？你說這幅畫是假的，證據呢？唐寅落款習慣用吳郡唐寅，比例顯見，而這幅畫題背字跡略顯圓潤。最致命的是右下角這枚印章，邊欄粗細均勻，這是明代末期艷麗的特徵。顧老闆，沈姑娘說的沒錯，這確實是一幅明代末期的精品仿作。好一個沈聽蘭，10萬，我捐。哼，我還以為給我準備了多大的驚喜呢，原來就這，真沒意思。先幫我們回家。姑娘留步，老朽陸國強曾與你父親是至交，我手裡有一件父親當年流落出來的舊藏，不知你可有興趣？這是我父親當年書房裡最愛用的那支清康熙筆電。這支筆箱是我父親的東西，父親去世後很多古董都不見了，我還以為再也找不回來了。當年沈家破產，這東西輾轉流轉到我手裡。既然你現在開了聽蘭閣，這東西也該物歸原主了。謝謝您陸老，我願意出雙倍的價錢。當年沈家破產，爸爸流落在外的東西，我一定會一件一件全部找回來。沈聽蘭在找他老爹當年的舊藏，哼，他想重振沈家，簡直是做夢！去告訴古玩街上所有人，但凡發現沈家的舊物，不惜一切代價，加價給我搶過來，一件都不許給他留。是。沈老闆，開門做生意講究個利字。博古架上那支清華筆進，我老闆出雙倍價格，100萬，賣不賣？這是我父親的遺物，多少錢都不賣。送客。沈聽蘭，在江氏跟顧家作對，你拿得回一件，拿不回第二件，咱們走着瞧。顧家已經盯上我了，但父親留下的舊物絕對不能落入顧家手中。老妹兒放心，我這狗鼻子靈，凡是銅器鐵器，我大老遠就能聞出來。俺也中，玉石瑪瑙啥的，只要有亮光，俺一眼就能瞅見，絕對不讓顧家搶走。古籍字畫包喺我身上。爆料啦！爆料啦！我剛剛在古玩街的大煙囪上聽見2個古董商講，下禮拜舊貨倉庫拍賣會，裡面有一件沈董事長的御筆架。御筆架，那是父親當年最喜歡的文房件。紅菱幹得漂亮，下周我們去拍賣會。下一件拍品，清代和田碧玉五指山筆夾，底價10萬，每次加價不少於1萬。11萬，20萬，21萬，50萬。沈老闆，跟我鬥你還嫩了點兒。這御筆匠是假的，別跟了，撤。顧總剛才在後面說話，難道這筆狀是西貝貨？51萬，51萬1次，51萬2次，51萬3次，成交！恭喜沈小姐。不對，
刚刚是那只鸚鵡在說話。該死的鳥，竟然壞我好事！聽蘭啊，下個月全國民間鑑寶大賽在京城舉行，你有沒有興趣代表江市去京城參賽？莫老，我報名，名次是次要，我想出去見見世面，也讓更多人知道沈家的鑑寶本事沒丟。今天店裡提前打烊，我給大家做頓大餐，咱們提前慶功。老妹兒，這醬牛肉忒過癮了，等咱們去京城拿了大獎，是不是能天天整這個？當然，等我這次回來，咱們就換個帶大院子的別墅，讓你們天天在院子裡撒歡吃大餐。要得要得，我要在院子裡挖個大水池，天天泡澡。大院子好啊，曬太陽夠舒坦。沈聽蘭，你害我顧家丟盡顏面，居然還想去參加全國大賽，我絕對不會讓你如願。沈聽蘭，別怪我沒提醒你，你這一組的5件鑑品是全場難度最高的，10項的現在退賽，免得給你那破產的沈家丟臉。顧評委多慮了，請接寶。開始吧。看不出來，可別說我欺負你。老妹兒，這銅杯子是電毒上色的，一股子硫酸味兒，純純的現代工業高仿。哎呀，這個腦殼有包的糟老頭子，這塊翡翠底下鑽了針尖大的眼兒，裡面灌了鋁膠，或別個外行還可以，胡老娘差得遠。這塊玉佩木妞一點溫潤氣兒，是用酸泡過的料子，俺一聞都覺得辣眼睛，假得透透的。哎呦啊，聲音悶得來，底足是用老瓷接上去的，典型的接底高仿。呢幅畫仲搞笑，紙張係用茶水做舊嘅，落款印章係晚清仿前籌嘅，假到冇朋友。你連銅爵杯的電毒工藝、翡翠的灌膠深度都寫出來了，這不可能！你一定提前買通了人，你作弊！顧常委，全場幾十台攝像機盯着，鑑品也是你親自指派的。你要是懷疑，大可當着大家的面切開翡翠，看看裡面有沒有綠色化學膠。第一輪初賽，1號台沈聽蘭全部答對，晉級複賽。承讓了，顧評委，咱們臨時複賽見。沈聽蘭，你給我等着，我絕對不會放過你。顧景深，你幼不幼稚啊？連正面放狠話都不敢，只會搞這些偷偷摸摸的小把戲。我當初到底是怎麼看上你這種窩囊廢的？聽蘭，這麼多年沒見，越來越漂亮了，長得跟老沈可真像啊。錢叔，您怎麼在這兒？我是這次全國大賽的監事會主席。你的聽蘭閣名氣可不小啊！想當年我跟你爸一起創業的時候，也是從一間小店慢慢做起來的。這次你放手去比，有錢叔在，沒人能對你使絆子。謝謝錢叔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複賽考核，盲鑑，選手必須用絲帶蒙上雙眼，僅憑觸覺和嗅覺，在1分鐘內鑑別箱內古玩，並寫出全部信息。老妹兒，這味兒我熟，一股子埋在土裡上千年的乾坑土腥味兒，絕對是秦漢時期的老物件。尼爾，裡面那東西是上等的和田青玉，你摸到的紋路是不是中間有一道凹槽，兩側呈凹凸不平的雲雷紋？這是典型的漢代玉佩不絕的雲紋雕工。哎呦啊，捉賊啦！有人來後頭搞小動作，他要拿現代仿古玉調包。死鳥，滾開！這位工作人員，考試期間你手裡拿着一塊假玉往我的箱子後面湊，是想幹什麼？說，誰指使你這麼幹的？知不知道這是全國級別的比賽？你這是嚴重違規行為，是在自毀前程。周監署，我說是江市賽區的評委顧明遠，他私下給我卡裡轉了10萬塊錢，讓我把沈聽蘭的鑑品換成地攤上的高仿，讓他直接被淘汰。好一個顧明遠，竟敢把黑手伸到我這兒來！你現在就跟我去組委會作證，我倒要看看他顧家有多大的膽子，能遮得住這鑑寶界的公理。由於在全國鑑寶大賽中涉嫌嚴重舞弊與不正當競爭，大賽組委會已正式取消顧明遠評委資格，並在全行業通報批評，撤銷其大師稱號。沈聽蘭，這個小雜種，竟然聯手錢正德報復我，我絕對饒不了你！沈女士，恭喜您以複賽第1的成績晉級全國總決賽。現在網友都叫您帶寵物參賽的鑑寶天才，說您是沈家後人重振家風，您怎麼看？天才談不上，不過我父親當年的沈氏鑑寶之名，我絕不會讓他蒙塵。至於我的夥伴金寶，
他确實是我的福星。哎呀媽呀，這記者真會嘮嗑，整得我怪不好意思的。晚上高低得整2個大肘子。您好，我是聽蘭閣店員孫小桃，這是您的鑑定預約單，請收好。我們沈掌櫃正在備賽，鑑定古董需要排隊哦，還請您見諒。小桃，今天辛苦你了，店裡生意突然火爆，多虧你和阿強過來幫忙照顧。沈姐，要不是您收留，我現在還在人才市场碰壁呢。您放心，店裡的雜事兒交給我們。您安心準備總決賽。妮兒，店裡生意好，給俺加2個小魚乾中不中？俺想吃那個進口的深海鱈魚乾。莫老，我這次來是想跟您緊急拜個師，距離決賽還有1周，我想再向您學習一些系統的專業知識，還希望莫老能暫時收下我這個徒弟。當年你父親就是在京城大賽上被小人所害，才栽了跟頭。這事兒我都有所耳聞，你是個好苗子，我不希望你重蹈覆轍。你這個徒弟，我收了。謝謝莫老，我一定在決賽上好好表現，不辜負您的期望。一個江市來的地方丫頭，帶只土不拉幾的狗，還敢來參加全國比賽，真當京城是他家院子？你才土不拉幾，你全家都土不拉幾！我可是風流倜儻、一笑回眸、迷倒萬千養寵人的暖男金毛犬，孩子狗懂不？沒品位。全國民间鉴寶大賽總決賽第1輪銅器鑑定。計時5分鐘，現在開始。老妹兒，這銅鏽味道純正，帶點地底下的甘梅味兒，是商代晚期的真家伙，錯不了。商代晚期獸面紋雙耳鼎，真品，出土於河南安陽，器表綠鏽分布自然，帶有典型的干坑紅斑綠漆骨。小姑娘有點意思。第1輪淘汰15人，現在進行第2輪玉器鑑定。妮兒，這塊玉溫潤了很，氣場極正。不過這瓶子的底兒是後來人工磨平嘞，玉是真玉，瓶子改過款，下面那款是新刻上去嘞。此物為草原和田羊脂白玉，料子是乾隆朝的老料，但底足有後期改款痕跡，屬於真料改假款。底部年號為晚清民國時期偽作。淘汰賽第3輪字畫鑑定，僅留最後3人晉級巔峰決賽。玄寶，這個讓我自己來吧。我不能總依靠你們。小妹，你成長了哦。此畫並非北宋范坤原作，卻是由明代浙派大家藍硯所仿，比例嚼勁，宣紙包漿自然，印章為藍硯本印，乃是明代藝術精品。恭喜沈聽楠女士成功闖入前3，接下來將進行最終的3強巔峰加賽。加賽考題為綜合鑑寶，3件器物為一套組合，選手必須在2分鐘內同時辨別3件器物的真偽、年代，並說出詳細出處。哎呀，急死老娘了！這銅臼是用強酸塑成的，裡頭那層金絲絲，激光打得賊亮，假的摳腳。這玉摸着倒像那麼回事，可裡面的化學藥水味也忒大了，是拿现代俄料用火燒再用油浸出來的假皮子，也是個西貝貨。小妹，這側扁係真的，這係清代4王之一王元祁的真跡，紙墨相合，錯長老蠟。錯不了。第1件漢代銅錯金帶高鈎，金錯層浮於表面，無深入胎骨的銅化特徵，為現代激光電鍍高仿。第2件宋代和田玉童子，看似包漿渾厚，實則為現代俄料，經由化學藥水火燒浸油而成，紅沁無漸變高仿。第3件清代4王山水測驗，紙張為清代康熙朝貢宣，墨色入骨，用筆乾濕濃淡相間，比例老辣，確為王元渠真跡，辨為分毫不差，出處精準無誤，滿分。我宣布。本屆全國民間鑑寶大賽的總冠軍是沈聽蘭。恭喜沈聽蘭女士榮獲本屆全國民間鑑寶大賽總冠軍，並獲得民間鑑寶大師榮譽稱號和100萬元的獎金支票。哎呦我去，老妹兒你可太出息了，100萬呢！回去高低得給哥掙一箱最貴的大鼓棒子，太得勁兒了。沈小姐你好，自我介紹一下，我是這次大賽的主評委林懷遠，也是你父親當年在京城的合作夥伴。林老先生您好，您找我有什麼事嗎？當年沈家出事後流失海外的那批古董，如今有大半都在我的海外私人藏館裡。沈小姐有沒有興趣跟我談筆生意，把他們帶回？老妹兒啊，那人要2000萬呢，咱聽蘭閣賬上流動資金就剩800萬了，這窟窿眼子有點大呀，咱上哪兒整這老些錢去？妮兒，你真要把這些寶貝疙瘩都賣了呀？這可都是咱好不容易撿漏盤回來，千金散盡還復來，只要能把我爸的筆記和舊藏贏回來，賣掉這些也值得。老吳，我手裡有幾件明清的老物件，急需出手，你帶資金過來，
價格都好商量。顾总，打听清楚了，沈听兰把店里的存货全低价清了，硬是凑了1000多万，把沈建国当年的铜鼎和翡翠观音收了回去。这死丫头名声越来越大，绝不能让她在江氏站稳脚跟儿。顾总，需要我做什么？去找鬼手章做一批搞仿玉器，落款全部打上沈家的私人藏名。我要让沈家的名声彻底烂在泥潭里。大家伙快来看看啊！这就是所谓的全国鉴宝冠军开的店，竟然卖假货骗人！这位先生，您别血口喷人，我们听兰阁卖出去的东西都是有底单和发票的。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，这上面刻着沈家的私印，我花50万买的，结果找人看是新玉做旧的假货，让沈听兰滚出来退钱。妮儿，这个印记是假嘞，恁爸当年使了印泥是特制朱砂，颜色瞅着可内敛。这块玉上的印记，字儿虽然像，但笔锋死板，一瞧就知道是电脑刻字机刻出来嘞。这位先生，你说这玉是在我店里买的，请问发票和底单在哪儿？发票丢了，但印章就在这儿。沈家的私印，全行谁不认识？你们沈家当年就是卖假货起家的。我今天来是为你夺得大赛冠军道贺的，没想到店里这么热闹呢。莫老，您来的正好，还得麻烦您来做个公证。既然这位先生说印章是真的，那我们就当众做个对比。这是我父亲生前最常用的白玉真印和印泥，我们现场一看便知。胡闹！真印章的沈字最后一笔有微小的缺口，而你这塊玉上的字圓滑無比，明顯是現代機器仿刻。這塊玉根本不是我們聽蘭閣的，你口口聲聲說是從我這兒買的，卻連發票都沒有。說，到底是誰指使你來敗壞我聽蘭閣名聲的？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。商業惡意競爭，造假誣陷，今天你不說清楚，就別想走出這條古玩街。沈老闆，我錯了，是顧氏集團的顧明遠。他給了我10萬塊錢現金，讓我拿這塊假玉來砸你的招牌。你看，這是顧明遠助理昨天給我卡裡打的預付款，我就是一時被錢迷了心，求求你放過我吧，我什麼都不知道。哎呦喂，真是一個上不得台面的癟三，10萬塊就想砸我們聽蘭閣的招牌，作死哦，自作自受呀！說。那些客戶聽說你用假印章陷害沈聽蘭，現在全來要求退貨退款，我們的資金鏈斷了，拍賣行已經被查封了，顧氏集團要破產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我辛辛苦苦打拼出來的顧氏集團，竟然要栽在沈家丫頭手裡了。江氏是待不下去，讓助理給我買機票吧。叔，你不能走啊！你走了我怎麼辦？還不都是你自己作出來的？當初你要是不跟他離婚，能有現在這檔子事兒嗎？還想讓我給你擦屁股？滾！沈聽郎，你一定要把我們顧家逼上絕路嗎？顧景深，不是我逼你，是你們自食惡果。以後我們各走各的路，別再來招惹我，否則下場只會比這更慘。啥玩意兒啊！再擋你金閣3步，信不信我咬你個褲衩子都不剩？哎呀媽呀，這新房子真亮堂，大墊子軟乎乎的，忒得勁兒了。曬着太陽滾2圈，再睡個回籠覺，爽爽爽。這深海小魚乾真香，妮兒能對俺們也太好了，奶要一輩子跟着嫩。白米你慢點吃，小魚乾管夠。錢叔，您怎麼有空給我打電話了？聽蘭啊，有個好消息，古玩收藏協會最近徵集到了一批海外回流的古董，都是早年流散出去的老物品，涵蓋瓷器、書畫好幾類，準備放進古董收藏館當重點館藏。回流古董，這是好事啊。能讓流散的老物品回家，太有意義了。協會對這批藏品特別重視，想請幾位民間的頂級專家去幫着把關，做一次聯合鑑定。我第一個就推薦了你，怎麼樣？有興趣嗎？沒問題，錢叔，我明天就帶金寶過去。沈女士，久仰大名，這次的回流古董涉及金額巨大，全靠你們這些專家給把關了。張會長放心。我會盡全力的。老妹兒，這宣德爐底下的款機是用化學試劑譜實出來的，這銅味不對，憑哥的判斷，這是現代工業銅，是高仿。這宣德爐底下的款質不對，是現代高仿。丫頭，呢幅畫嘅紙張用嘅係日本回流嘅造舊用紙，落盤雖然係正版條，但係不力葡造，係萬清時期嘅高仿，不值大錢。我知道了，這幅畫的紙張使用了做有工藝，是明清高仿，也不值什麼大錢。
哈哈哈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青鸾，我有话跟你说。青鸾，你别让他咬我，我有话跟你说。顾景深，我不是说过了，别再来招惹我。你又想干嘛？青鸾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前都是林若雪那个贱人蛊惑我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是我对不起你。顾家的拍卖行彻底倒了，我也付出了代价。听兰，你现在名声这么大，你开新店当顾問，身邊不能沒有個懂行的幫手幫襯啊？幫襯？我用得着你幫襯嗎？聽蘭，我們復婚吧，我可以在聽蘭閣幫你打雜，你讓我幹什麼都行，我保證好好對你。我們重新開始吧。顧景深，請你擺正自己的位置，我們早就沒有關係了。你要是再來騷擾我，別怪我不客氣了。聽蘭，你聽我解釋。滾！謝謝你們，有你們在，這個家才算完整。這是什麼？金寶說他是金麒麟轉世，難道白米、小青和玄寶也是上古神獸？我在瞎說什麼？可能是最近太累了，出現幻覺了吧？金寶、小青，開飯啦！今天給大家吃大餐。哎呀媽呀，真香！這大骨頭也忒帶勁了。哇，今天的魚乾是深海的，泥兒嫩真好。老先生您好，聽蘭閣今日休業一天，您要是想鑑定古玩或者買東西，可以明天過來。小姑娘，貧道不看凡物，貧道今日來只為看緣分。老妹兒小心，這老頭身上有一股子怪怪的檀香味，別是來搶東西的吧？哈哈哈哈！小姑娘，你這店裡當真是臥虎藏龍，福澤深厚啊！老先生，聽蘭愚鈍，不明白您的意思。姑娘何必裝作不知？你身邊的這幾位可不是尋常的林間野獸。姑娘好福氣，你這幾隻小寵物可都是下凡歷劫的祥瑞神獸啊！老先生，他們都是神獸。麒麟、青龍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，他們以你沈家的功德而聚，此番下凡是為了助你脫離苦海，重振家鄉，這也是他們要立的塵緣。看來那天晚上不是我的幻覺，我看到的是真的神獸。那等塵緣了了呢？他們是不是要離開我？神獸終歸要回位，等你的日子安頓，心願了結。便是他們功德圓滿，白日飛升歸位之日。姑娘不必感傷，塵緣未盡，天道有情。只要他們還在一天，我就會用最好的東西養着他們，絕不讓他們受半點委屈。好一個重情重義的沈家丫頭，金麒麟，看來你們這趟休假體驗不錯啊。老妹兒想啥呢？那老道士滿嘴順口溜，咱不理他。走，跟哥去後院扔球玩去。好，玩球去。今天晚上給你們做海鮮大餐。小家伙們，僵屍顧家破產的輿論風波還沒過去，咱們正好放個大假，出去旅旅遊。哎呀媽呀，天天坐車看風景，可把哥美壞了。老妹兒，一會兒下車高低整頓烤肉啊，哥要吃10串大腰子。妮兒，快停下！這牆根底下有寶貝，那玉石氣兒衝得很，冰涼冰涼的，絕對是好東西。白米，慢點，小心受傷。這裡面真的埋了東西。姐姐，這牆根底下埋到有一層厚石板，紙板下面藏了塗的搓搓黑的木盒，裡頭亮晶晶的，是一塊大玉璧哦。姑娘，你找誰？我們這老宅子好久沒住人了。大哥您好，我是江氏聽蘭閣的沈聽蘭，也是一名古玩研究員。我的貓剛才在您家院牆根下發現了一點異常，不知道您家祖上是不是在這裡遺留過什麼舊物品？沈聽蘭，哎呀，你就是電視上那個全國鑑寶冠軍。這房子是我太爺爺傳下來的，沒聽說過藏了啥寶貝啊。我的天，祖宗顯靈，真有寶貝啊！大哥，這是戰國時期的古文青玉璧，雖然有輕微沁色，但玉質極好。如果您願意出手，我按照市場公道價出80萬現金收購，您看如何？願意，太願意了，沈大師，您真是我們家的大貴人。姐姐，這牆角底下的土司已經空完了，
剛才老哥一鐵鍬下去，裡頭的梁樁跟到起都在晃。這宅子的地基明顯在往下頭沉，要是碰到落暴雨，這面牆肯定要垮，老哥一大家子就要遭殃了哦。大哥，這雨我收了，不過我也得提醒你，你家這面院牆的地基已經下沉，裡面梁樁也有些傾斜。你拿了這筆錢，最好趕緊請人把地基重新加固，否則有塌房的危險。哎呀，沈姑娘，你真是個大好人，我明天就找工匠來修。咋出去玩也這麼累呢？感覺我都瘦了2斤了。老妹兒，我今晚可得整點大骨頭啃啃。沒問題，今天給你們加餐。姐，你們休假回来了，快看！古玩行業協會和全國民間藏家聯盟聯合評選，你高票當選年度古玩行業傑出貢獻人物。下面有請年度行業傑出貢獻人物沈聽兰女士发表致辭。沈听兰能有今天，首先要感謝我的父親，是他的言傳身教，讓我懂得了什麼叫見寶先見人，也很感謝一路走來各位前輩的信任和支持。但今天，我最想感謝的是在我最艱難、最落魄的時候，一直陪伴在我身邊的幾位家人。沒有他們，就沒有今天的聽蘭閣，更沒有現在的我。謝謝你們，我的夥伴們。哎呀媽呀，老妹兒這小嗑唠的，整的哥們兒眼淚都快下來了。以前在天上的財神殿哪有這待遇？今晚回去高低得加2醬肘子。妮兒真好，俺都想賴在聽蘭殿不走了。你們今天怎麼這麼安靜？是不是有什麼話要對我說？小妹，我哋下凡嘅任務就係護住你度過人生嘅坎坷。如今你事業已成，我哋嘅凡間塵緣也差不多完結。你們這就要走了嗎？老妹兒，你可別哭啊，咱又不是不回來了，以後在天上想你了，高低得請假下來瞅瞅你。是呀，妮兒，再說我們神魂歸位了，凡間的身子還擱這兒呢。就是以後不會說人話了，但俺們還是會天天陪着恁嘞。哎呦，以後不能被你八卦了，我可不要想啦，想得哭死呀！哭啥子嘛？以後你在人間照樣是威風八面的聽蘭閣女掌櫃。好，我不哭。今晚大家都好好睡一覺，明天一早我給你們做一頓最好吃的大餐送行。謝謝你們這一路的陪伴。老妹兒，以後自己多保重，我會想你和你的大肘子的。俺還沒過夠這快活日子嘞，又要回去幹活了，妮兒俺捨不得恁。搞這麼煽情爪子嘛，老娘眼淚都要遭不住嘍！我的進口堅果，我的美麗小窩。小妹多多保重，後會有期了。再見，能遇到你們我很開心，後會有期。金寶，你們教會了我很多東西，以後換我來守護你們。沈掌櫃，聽說您這兒鑑寶最公道，這是我婆婆傳下來的物件，家裡最近急用錢看病，想請您給瞧瞧。大姐，這是清代中期的百家寶打制銀鎖。您看這上面的長命富貴4個字是手工錾刻的，錾工極其規整，且邊緣包漿瑩潤，是開門老的老物件，能值個2萬塊。真的啊，謝謝沈掌櫃，您真是不愧是大師，一眼就看準了。您看這處游絲毛雕的紋路，細如髮絲，卻力道均勻，是漢代玉器的典型工藝。雖說玉身有殘，但玉質是頂好的和田羊脂，幾百年的包光進去，氣韻一點沒散。漢陽之玉殘配，游絲毛雕，刻戶意象3級，記牢了，記牢了。我以後也要成為像沈姐這樣的鑑寶大師。小桃，去把3號櫃那枚銅坑口的玉矛取來，給先生做個參照。好嘞，姐，馬上來。趙小燕，你懂什麼？這是咱爸留下的康熙官窯，最少值幾十萬，我賣了給兒子買房，天經地義。什麼光窯？爸還在的時候就說過這東西不對勁。趙建國，你想錢想瘋了吧？沈老闆，你給評評理，這是我爹傳下來的康熙青花棒槌瓶，我妹非說是假的，你給鑑定鑑定，到底值多少錢？沈老闆，你給仔細看看。
我爸临走前说过，家里这瓶子是他年輕時收的，也沒找過專業的鑑定過，心裡一直沒底。要是假的，我們就留着當個念想，不賣了。姐，這清華髮色看着挺正的啊，墨分五鏈，跟書上寫的康熙的特徵一樣，應該是真的吧？你仔細看這裡，釉色有一道細微的分界線，摸上去手感也不一樣。這是老胎接底，瓶身是光緒年間仿康熙的，底足是後來找的康熙真品底接上去的。接底？不可能吧？我之前找好幾個人看過，都說是康熙的。你們看，這裡因為是後接的，做舊的包漿遇水就會發淡，而且接胎處的氣泡分布不均勻，和原生胎完全不同。瓶身的青花雖然仿得像，但康熙朝的翠毛藍更透亮，這個還是偏灰。瓶身確實是光緒老瓷，只是底足是後接的，冒充完整康熙官壺。完整康熙棒槌瓶能值大幾十萬，但這件市場價大概在3萬左右。我就說不對勁兒吧，哥，你都聽見了，這瓶子不是啥寶貝，咱留着吧，好歹是爸留下的。沈姐，原來還有這種套路啊，老底接老深，稍不注意就打眼了。我今天還是第一次見呢。古玩行裡手段多着呢，多見過幾次，下次就有經驗了。姐，你好厲害，跟着你能學好多東西，以後我也想成為鑑寶大師。這是之前下鄉收的那批舊字畫裡的，當時忙着比賽，沒來得及細看，今天正好打開瞧瞧。沈姐，這是沈伯父的舊藏？沒錯，是我父親當年收藏的明代浙派的山水畫，沈家破產後流散出去，沒想到兜兜轉轉又回到我手裡了。收起來吧，我帶回家掛書房裡。爸，您看，我把聽蘭閣開起來了，沈家的名聲也沒丟，您的東西我也會一件一件找回來的。來吃飯嘍！今年是咱們在新家過的第一個年，大家伙吃好喝好。這半年來，雖然我聽不到你們說話了，但我知道你們一直都在。謝謝你們，讓我擁有了現在這麼安穩、這麼幸福的生活。祝我們以後越來越好！新年快樂，我的小金麒麟！老妹兒，過年好啊！哥幾個跟你保證，以後年年都陪你吃大肉餃子。金寶，你回來了，好，以後我們年年都一起吃餃子，永遠都不分開。